此刻，战锋尽管破解了楚风的结界攻势，但却是面色铁青，脸色非常难看。本想凭借结界之术将楚风击败，好炫耀自己的实力，让人们知道楚风若是没有外力相助，将远不是其对手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楚风的结界之术竟真的这么强，无形之间自己给自己扇了一个大嘴巴，丢尽了人，出尽了丑。但是事到如今，他也没有办法，要怪只能怪他太过高看了自己，也太过低看了楚风。而有了先前教训的他，已是不准备再留什么手段，不准备再给楚风翻身的机会。于是，在其爆发出自身那5品5军的修为后，手腕又是一翻，一把长达3米的银色大剑便出现在了手中。当这把银色大剑出现之后，层层王级武力便自其中散发而出，纷纷涌入战锋的体内。战锋的气势竟然比先前还强大了数倍，这正是战锋所拥有的半城王兵。看来他真的是打算动真格的了，不然不会一开始就拿出半城王兵这种宝贝。毕竟半城王兵对他来说也是压箱底的杀手锏。受死！突然，他手中大剑一动，隔空刺向了楚风。此剑一出，威势绝伦，宛如此剑可以刺破苍穹，此剑可以震破乾坤。半城王兵的威势显露无疑，单凭这一剑，就算他要将一方山脉轰成平原，将一方平原轰成浩瀚山谷，将一道江河斩断水源，也绝不是问题。这一刻，那些围观之人早就逃得远远的，尽管他们大多数都是5军之身，可是面对半城王兵还是非常忌惮的，毕竟那可是运有王级武力的兵器。可是楚风却丝毫不惧，甚至没有任何反攻的举动，反而站在原地，将双手环于胸前，一副看热闹的模样，嚣张至极。那无情怎么不跑？这样的攻势，连6品5军都要避其锋芒，不敢大意。他2品5军这是要找死吗？不会是被吓傻了吧？看那样子不像，因为他明明没有任何惊恐的表现。对于楚风此刻的举动，围观之人皆是感到不解，唯有楚风清楚他要做什么。他要羞辱战锋，但以他如今的实力，却的确不行。但是虽然说他不行，但实际上他也行，因为楚风不仅是自己一人，他还有一位了不起的女王大人。于是乎，只见楚风意念一动，结界大门挡在了他的身前。与此同时，一位妙曼多姿、拥有绝世容颜的蛋蛋，便在众人的瞩目下翩翩登场。戒灵，竟然用戒灵，而且只是2品戒灵，这无情是疯了不成？他这也未免太不将战锋放在眼中了吧？见到蛋蛋之后，人们更是目瞪口呆，着实想不通楚风这究竟是为什么。而就在这时，那战锋的攻势已经轰然而至，半城王兵所凝聚的剑气正加带着毁天灭地之威，轰向了蛋蛋。这一刻，一些心软之人忍不住闭上了双眼，因为他们不想看到蛋蛋惨死的模样。毕竟从外表来看，这是一位绝无仅有的绝世美女，这样一位美人被杀，是很多人于心不忍的。然而，就在很多人都觉得蛋蛋已是必死无疑之际，只见蛋蛋很是随意地挥了挥手，那凝聚了狂暴力量的剑气竟然瞬息瓦解，随后如同一阵清风一般，在蛋蛋的面前缓缓飘散。这什么情况？怎么回事？刚刚发生了什么？眼见着蛋蛋只是挥一挥小手，那自半城王兵发出的剑气就如微风一般瓦解，所有人都被惊呆了。怎么可能？事实上，此刻最为震惊的要数战锋，他可是很清楚刚刚那一剑的威力有多强，那可是他毫无保留的一道攻势，哪怕是6品5军被击中，也会身负重伤，甚至毙命。可就是这样的攻击，竟在对方挥手之间瓦解，这着实让他不敢相信。虚张声势，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耍的什么手段！极为不解之下，战锋再度发动了攻势，与刚才一模一样，同样是一剑正面刺来。看到那再度袭来的磅礴剑气，蛋蛋柳眉轻挑，眼中涌现出一抹不屑与厌烦。这一次，他并没有再度挥动玉手，而是双手掐着，张开那诱人的小嘴，对着战锋大喊：“你他妈有完没完！”一声怒吼震破天，人们只感觉大地将要塌陷，天空将要崩碎一般。哪怕在场的都是5军境的高手，也是难免左摇右晃，更有甚者甚至栽倒在地。而在蛋蛋的这一声怒吼之下，那战锋的剑气不但再度被瓦解，就连那战锋也是受到了反噬，被蛋蛋这一吼震出了数千米远。这丫头真的是戒灵！这一刻，人们终于反应过来，原来刚刚的不是偶然，蛋蛋真的具备挥手之间便将战锋攻势瓦解的能力。天下间怎么会有这么强悍的戒灵？难道说他是当确定蛋蛋的实力后，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联想到了一个可能？但是这个可能却又让人有些不敢接受，因为这若是真的，那就说明楚风实在太强了。不会错，人类的外表超乎想象的战力，这绝对就是那传说中的修罗戒灵。就在人们猜测不定之际，一位至少活了200岁、半只脚已经踏进坟墓的老者，以极为确定的语气说道：“真的是修罗灵剑，那传说中的戒灵！我的神啊！这样说来，那无情岂不真的是绝世奇才？毕竟史册记载中，凡是能与修罗灵界同龄的人，无一不是一位大人物。难怪，这就难怪了，难怪这无情结界之术这么厉害。原来与他缔结契约的，乃是修罗灵界。”当确定这一事后，所有人看向楚风的目光都变了，那种复杂的目光中有震惊，有赞叹，有羡慕，有嫉妒，甚至还有崇拜与爱慕。无情师弟，你竟然是时尚！莫说旁人，这一刻就连与楚风关系很好的春武也是小嘴微张，美眸瞪圆，那闪烁的目光之中涌动着不可思议的震惊。混账！我要宰了你！我要宰了你！被蛋蛋一吼震飞的战锋，此刻已然近乎抓狂。他显然还没有意识到此刻的危险，拥有的只是无尽的愤怒，因为对于他来说，颜面至关重要。
而无论是先前楚风的结界之术，还是刚刚的蛋蛋，都让他感觉自己颜面尽失，这是他所无法忍受的。所以此刻的战锋不但没有选择退缩，反而准备发动最为疯狂的攻势。只见其左手打诀，右手握剑，在这种变化下，他的气息也是急剧攀升，竟然无限的接近了6品5军的境界。人尽换剑诀，突然战锋暴喝一声，手中的银色大剑再度向蛋蛋一指，一道磅礴的光束便爆射而来。那人尽换剑诀一出，顿时天地变色，迎面来的威压让在场之人皆是惊骇失色，哪怕是在场的6品5军，此刻也是不由远离楚风与蛋蛋，生怕受到牵连。竞技武技果然强大无比，然而就是这样的攻击，蛋蛋却是丝毫不屑，小嘴一撇，冷哼一声，只见其意念转动之间，磅礴的黑色气焰便自其体内狂涌而出，随后更是在其催动之下，形成了一把黑焰滚滚的大剑。那大剑长达近千米，横卧虚空，霸气非凡，爆射之间刚好与战锋的人尽换剑诀交织在一处，一声巨响，顿时天地动荡，哪怕是距离此处的数百里外，也是能够清晰地听到这声轰鸣，感受到这股震荡。然而也就是在这轰鸣之后，那战锋所发出的人尽换剑诀已被轰得粉碎。可是再看蛋蛋所涌动的黑色气焰，不但不减，反而暴增。此时此刻已是将那战锋团团包围。什么鬼东西？你究竟是什么鬼东西？此刻战锋脸色苍白，宛若身患重病，显然人尽换剑诀的反噬力量已经开始折磨于他。他手握半城王兵，四下挥舞，一边挥舞还一边咒骂，显然无法承受自己的人尽换剑诀被蛋蛋破解的事实，大言不惭，竟然敢对本女王不敬，给我滚乖受罚！听得战锋之辱骂，蛋蛋大怒，意念转动之间，那磅礴的黑色气焰便左右了战锋的行动。只见那黑色气焰滚滚翻腾之间，战锋这位诛仙群岛的绝顶天才，便在半空之中连滚带爬的来到了蛋蛋的面前。你这臭娘们，我要生劈了你！在众人面前被人如此羞辱，战锋怎么能忍？相比于蛋蛋，他更是大怒，挥动手中的银色大剑，便要将蛋蛋斩成2段。想劈本女王，你还远远不配。然而蛋蛋岂是这战锋能够伤到的？在二者交手的第一刻，胜负就已定下。于是，在战锋那一剑还未劈下之际，蛋蛋意念转动之间，便让战锋惨叫一声。与此同时，竟然连这把半城王兵都掉落了。而定目一看，人们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原来那与半城王兵一同掉落的，还有战锋的一条手臂，并非是战锋丢掉了半城王兵，而是他已经丢掉了手臂。断臂之痛让战锋惨嚎不止。然而这却只是一个开始，蛋蛋周围的黑色气焰随心而动，战锋在那黑色气焰之中更是受到蛋蛋掌控，蛋蛋根本不用动半根手指头，完全是随心所欲之间便可将战锋折磨得体无完肤。可以这么说，此刻战锋的一切都在蛋蛋的掌控，蛋蛋想要切他的手，就绝对不会伤到他的脚；蛋蛋想要切他的脚，就绝对不会伤到他的手。而就在这时，最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在战锋张着大嘴一阵鬼哭狼嚎之际，蛋蛋竟将黑色气焰灌入了他的口中。那黑色气焰自口入，又自耳鼻窜出。在这种情况下，战锋开始发出前所未有的惨嚎，没人能够知道他在承受着怎样的痛苦。但是当看到战锋此刻的变化后，几乎在场之人无一不是被吓得面色苍白，不由得感到背脊发寒，连内心都在颤抖。因为此刻的一幕实在太可怕了，在那黑色气焰的灌输下，战锋的生命力似乎正在被抽取，他那如墨一般的万千黑丝，此刻已是由黑转白，很快便胜似白雪。最主要是战锋的身体也是开始收缩，无数皱纹爬满全身，瘦弱的如同丧尸一般，就连修为也在此刻大减。本是5品5军的战锋，此刻已是变作天5境，甚至还在暴减，眨眼间就已经变成了玄武境。而这种变化，直到战锋修为全无之后才算停止。终于，蛋蛋将那黑色的气焰自战锋体内抽出，而这一刻的战锋哪里还有先前英俊潇洒的青年，俨然就是一个生命将要走到尽头的糟老头子。你对我做了什么？你对我做了什么？看着自己那满是皱纹、干枯如同丧尸的手掌，在感受着此刻浑身无力的身体，战锋意识到了不妙，愤慨的大吼着。但是说出这句话后，他却彻底傻眼了，因为此刻竟然连他的声音都变了，那就是一个糟老头子的声音，嘶哑无力，毫无威严。没做什么，本女王只是硬生生的抽干了你的本源和修为。不过别怕，我给你留了一点点本源，做个平凡人，再用宝贝滋补，我想你还能活上几年。蛋蛋微眯双眼，露出了一个迷人的微笑。但是这个倾国倾城、足以迷倒众生的微笑，在现在看来，却比恶魔的笑容还要可怕。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战锋暴怒无比，说话之间便要再度对蛋蛋出手。然而还不他刚刚迈出一步，便摔倒在了那黑色气焰之中，可怜可悲，悲惨至极。别乱动！你以为你还是5品5军吗？你现在可是连一点修为都没有的废人。若不是本女王保护着你，你此刻从这半空掉落，就会被直接摔成肉泥。蛋蛋好心提醒道。听得蛋蛋之话，战锋当真是痛不欲生，有一种不想活下去的冲动，仰天长啸，用那卑微无力的声音大喊起来。没错，只是大喊。如今的他的声音已是没有了任何威势可言。什么？你说什么？原来你不想被本女王保护，你是想死？听得战锋的呼喊后，蛋蛋甜甜一笑，随后说道：那好，本女王成全你。话罢，蛋蛋便将那封锁战锋的黑色气焰收回体内，而战锋则瞬息失去了御空的能力，带着又惊又恐的叫声，挣扎着废物的身体自那半空之中坠落而下。战锋大人眼见着战锋从天而降，他的那些狗腿子皆是冲天而起，想要接住战锋。然而还不待他们触碰到战锋，蛋蛋体内的黑色气焰
竟然再度暴涌而出，将战锋的10几名狗腿子全部包裹在了其中。紧随其后，那10几名武军境的狗腿子便是一阵惨痛嚎叫，如同先前的战锋一样，正在承受着被吸取本源与修为的痛楚，并且很快的，他们便如同战锋一样，从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变成了白发苍苍、生命垂危的老人。在将他们的本源吸光后，蛋蛋也并没有杀他们，而是将他们丢到了地上。至于丢下的高度也是刚刚好，虽然会让他们摔碎一些骨头，但却皆不致死。其实蛋蛋若要杀他们，简直轻而易举，可是他偏偏没有杀他们，反而留下了一口气。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样的手段才是真正的残忍。不得不说，亲眼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被惊呆了，一个个不但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甚至还感觉心惊肉跳。这位来自修罗灵界的戒灵实在太凶残了，虽然看似貌美如花，如同仙女一般唯美动人，但这做起事来也实在太不择手段，竟然硬生生的抽干人的本源修为。这种事情简直让人听头都感到毛骨悚然，就更别提那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的人了。蛋蛋这丫头似乎比我想的还要霸道一些啊！事实上，就连身为蛋蛋主人的楚风，此刻也是不由摇了摇头。虽然早在缥缈先锋上，他就已经将诛仙群岛的人得罪，但还没有到达势不两立的地步。至少在公共场合有外人在的时候，诛仙群岛的人也都不敢拿楚风怎样。但是现在可不同了，蛋蛋硬生生的将战锋弄成这样，这也就摆明了他不将诛仙群岛放在眼中。在蛋蛋的帮助下，楚风与诛仙群岛可以说是真的心如水火，势不两立。恐怕从今以后，每次与诛仙群岛的人马相见，都要刀兵相见，拼个你死我活了。不过楚风也并未责怪蛋蛋什么，反正他与诛仙群岛注定就要如此，早一天到来和晚一天到来的区别不大。尤其是在缥缈先锋之后，相信诛仙群岛也已然将他列入了铲除的名单。蛋蛋将他们身上的东西收来，楚风突然开口道，而蛋蛋也不怠慢，意念转动之间，便将战锋等人身上的乾坤袋还有身上的宝物全都吸取过来。而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自然就是战锋的那件半城王兵。在战锋等人废掉后，蛋蛋与楚风二人竟当着众人直面搜刮战锋等人身上的财物。蛋蛋将所有东西收取后，递给了楚风，随后扬起小脸，很是得意的道：“怎么样，本女王做的不错吧？非常漂亮。”楚风赞赏的点了点头，那当然。而见楚风夸赞自己，那蛋蛋就更美了，带着甜甜的笑容，便走入了戒灵大门内，留给众人的只有深深的忌惮。在蛋蛋回到自己体内后，楚风将战锋的半城王兵，还有战锋狗腿子的所有宝贝收了起来，但唯有一样他没有收起来，这同样是一件半城王兵，只不过这是战锋从春武那里抢去的，所以楚风自然要物归原主。春武师姐，此处说话不方便，我们换个地方如何？将春武的半城王兵还给春武后，楚风道：“收起半城王兵。”春武点了点头，此刻他的脸色很不好看，似乎也被蛋蛋和楚风的举动给吓到了。随后二人身形一纵，便远遁而去，只留下了一群围观之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而看着地上那10几位先前还气势不凡的战锋等人，此刻不但连一点修为都没有，甚至皆从青年变成了生命垂危的老头子。所有目睹一切的人内心都非常复杂。虽然将战锋等人变成这样的乃是蛋蛋那位修罗灵界的戒灵，但是在他们眼中，真正将战锋等人变成这样的却是那叫做无情的年轻人。毕竟那戒灵再强，也要听从无情之命。之前很多人都对无情的传闻表示质疑，但是今日一见，绝对没有人再敢质疑，因为他们已是知道，这无情不仅如同传闻一般厉害，并且还非常的可怕。至少亲眼目睹一切的人都在心中暗下决心，日后除非逼不得已，否则绝对不能得罪这叫做无情的年轻人，因为这绝对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并且心狠手辣的角色。连战锋这样身份超然的绝世天才，那无情都敢废，又何况是他们这些人呢？就在众人对楚风的所作所为表示深深忌惮之际，楚风则是带着春武向偏僻的地方行去，直到再也见不到他人踪迹后，才布置一道隐藏大阵，藏匿其中。别看对于将战锋等人废掉之事，楚风表现得很淡定，但这不代表他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若被诛仙群岛的人发现此事，定是要将楚风碎尸万段的。恐怕以他们如今的实力，就算全东方海域通缉楚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无情师弟，都怪我，若不是我，你也不会将那战锋。现在可如何是好？恐怕连我缥缈先锋都保不住你。毕竟此事，不然你离开东方海域吧。如若不然，以诛仙群岛的势力，恐怕……此刻的春武满面的担忧，这位胆大妄为的丫头，此刻是彻底慌了。她很清楚楚风是惹下了天大的祸端。春武师姐，不用害怕，不如我给你看样有趣的东西，如何？对比于春武的惊慌，楚风一脸的平静。对于楚风的话，春武表示不解。而就在这时，楚风当着春武的面运转百面面具，变换了自己的面容，使得自己恢复了真实模样。无情师弟，你……见到此刻的楚风，春武吃惊不已，有些不知所措。春武师姐，实不相瞒，我的真名叫做楚风，而这才是我的真实面容。刚刚废掉战锋的是无情，而诛仙群岛要对付的也是无情，这和我楚风可没什么关系。楚风对春武展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为的就是让春武安下心来，不想让他心中有愧。其实我早就猜测无情不是你的真实姓名，并且你很有可能易了容，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你这家伙的真实模样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虽然此刻春武的担心的确减缓不少，但是他脸上的吃惊可就浓郁到了极点。对于春武那吃惊的样子，楚风也只能微微一笑，随后道：“春武师姐，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又怎么知道我也会出现在此处？是我无意之间听到师尊与秋水前辈谈话，所以才知道
你来到此处的。至于我是怎么来到此处的，是因为师尊此次派我执行一个任务，任务完成后，刚好我发现距离这罪恶峡谷还挺近的，所以就过来看看热闹嘛。毕竟我也想看看那3大护法的弟子究竟谁更厉害。相传他们每个人的实力可都不逊色于慕容寻哟，甚至有人觉得他们甚至比慕容寻还要厉害。毕竟是消失很多年的天才嘛，如今重新出世，所有人都很好奇他们究竟强到何种地步了。春武笑嘻嘻的道，在知道楚风拥有隐藏身份的能力后，他也不再那么担心了，恢复了以往活泼贪玩、无拘无束的本性。原来是这样，那你又是因何与战锋发生冲突的呢？就算在武文仙境内，你们已是有所过节，但是以战锋的性格，也应该不会无缘无故的纠缠于你才是。楚风再度问道，当然不会无缘无故，还不是因为我抓住了他的小辫子，听到了一些不该听的东西。春武撇嘴道，你听到了什么？楚风问道，这可是个大秘密，不过若是真的，那这次罪恶峡谷可将要更加有趣哟。春武甜甜的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春武师姐，你就别吊我的胃口了。楚风迫不及待地问道。楚风师弟，相信你的结界之术应该能够看出，如今我们所处的位置并非罪恶峡谷最深处，那结界之内才是真正的核心所在，那结界的里面才是真正的罪恶峡谷吧？春武不答反问道。的确，那结界阵法很厉害，无论是从天上还是从地下，都无法将其绕过，要想过去，就只能将整座结界阵打破。可是依我看，这座结界阵法非常高明，整座大阵相互贯通，蕴含了均衡的能量，若是只击一点，又会将这均衡的能量汇集此处以来抵挡，所以想破解此阵非常之难。凭借这道结界阵，就算武王强者也是毫无办法。只是春武师姐所说的秘密，是指那座结界大阵吗？楚风问道。当然不是，但是却与这有关。世人皆知，此处乃是残夜魔宗的遗迹之一，但却没人知道这遗迹的重要性。这罪恶峡谷内可是有宝贝的。春武神秘兮兮的道。什么宝贝？楚风问道。什么宝贝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听战锋他们谈论才知道这里面有宝贝的。但是据说如今诛仙群岛已经派遣大军悄悄潜入此处，就连慕容寻也来了，甚至诛仙群岛9仙之中的第7仙、第8仙还有第9仙也都来了。要知道那第9仙虽是5军巅峰，但是他拥有黄级血脉，并且还修炼了禁忌玄功，他成功的将2种力量融合为一体，战力相当逆天。传闻他可是打遍5军境内无敌手的存在。至于那第7仙和第8仙就更了不得了，全部都是武王级别的存在。诛仙群岛派出这样强大的阵容，我相信这罪恶峡谷内的宝贝一定不简单就是了。春武很是期待的道，既然这罪恶峡谷内有宝贝，诛仙群岛的人又知道他们应该早就来过此处才对，定然是因为无法破解此处的阵法，所以才没有得手。如今既然又再度派出大队人马来到此处，肯定是找到了破解之法才对。可若真的有了破解之法，直接破解不就是了？又何必如此隐秘，竟然偷偷潜入这么麻烦？楚风陷入了沉思，随后突然眼前一亮，难道说是因为那3大护法的弟子？无情师弟，你实在太聪明了，就是因为3大护法的弟子。我听战锋他们说，这座大阵之所以难以破解，那是因为他乃是残夜魔宗的宗主亲自布置。那位当年可曾是东方海域公认的最强者，他的实力哪怕是如今的诛仙群岛岛主，恐怕也是有所不及。所以诛仙群岛自然无法破开这座大阵，但是残夜魔宗的4大护法却知道破解此阵的方法。因为在残夜魔宗解体后，就是他们4个一同激活的这座大阵，将罪恶峡谷封锁的。如今3大护法的弟子来到此处约战，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各自持有3大护法所传给他们的破解之法，来此为的也是这座大阵之内罪恶峡谷中的宝贝。只不过因为4大护法不合的原因，这3位护法的弟子也是不合，所以他们才定下约战。只有最强者才有资格拿到其中的宝贝。说起来真是可惜，4大护法之首的秋残风一直以来都没有收过弟子，如若不然，那么将要到来的可就是4大护法的弟子之战了。这一定更有看透才是。春武满脸的遗憾，但假如让他知道原来秋残风的弟子已经来到此处，并且楚风就是秋残风的弟子后，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这么说来，这座大阵完整的破解方法分别掌握在4大护法手中，单独一人也是无法破解的。楚风问道。应该是这样的。春武点了点头。那如今既然是3大护法弟子来此，那么应该只有3种破解方法，缺少一种便不完整，他们又该如何破解呢？楚风很是不解。虽然秋残风没有弟子，但也许他已经将破解方法告诉了另外3大护法呢。虽说4大护法内部不和，但是对待外敌可是向来齐心的。春武说道。但愿如此吧。楚风虽是点了点头，但是他总觉得他的那位师尊应该不会轻易将第4种破解方法告诉其他3位护法才是。事实上，楚风也很希望他的师尊没有将破解方法告诉其他3位护法，因为这样一来，哪怕是3大护法的弟子也无法轻易的破开此阵，而诛仙群岛这坐享渔翁之利的诡计也将无从施展。不好！然而就在这时，楚风的瞳孔却是猛然一缩，与此同时面容也是大变，他赶忙将自己的面容变换成无情的模样，与此同时抓住春武便破开地表，想要遁地离开。楚风闭上双眼，以精神力分辨方向，在那滚滚黑土之中，他如同一条地下的蛟龙，所过之处土壤翻腾，飞快的窜动。无情师弟，发生了什么？为何如此慌张？见到这一幕，春武满面不解，本来聊得好好的，楚风怎么就突然逃遁起来，并且还是自得底而逃？然而就在这时，突然一声巨响传来，紧随其后楚风等人上方的黑色土壤竟然纷纷崩碎瓦解，随后便向上飞去。与此同时，楚风2人也是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吸力，那吸力已将2人束缚，2人根本无力抗拒，最终只能跟随大片的土壤
飞快地向上移动。终于，周围的漆黑一片化作了光明，他们已从深邃的地底再度来到了地表之上。只不过这一刻，不只是楚风眉头紧皱，就连春武也是面容大变，先前不解的双眸之中涌现出了无非形容的不安与恐惧。因为此时此刻，在半空之上站着3道身影，正紧紧地凝视着二人。那是2女1男，2名女子都很美，就算放在万花丛中，也是最引人瞩目的存在。其中一位身材火辣，前凸后翘，那圆润而坚挺的酥胸更是呼之欲出，性感至极，诱惑无限。而这样的身材，配上她那狐狸一般的脸蛋，绝对迷倒世人万千。而此女不是别人，正是东方海域3大美女之一亚妃。至于那另外一位美女，虽然从美貌上不及亚妃，但也算得上是上等的美女，而她便是慕容婉。对于这2名女子，楚风与春武都再熟悉不过了，乃是诛仙群岛与战锋齐名的绝顶天才，并且从身份地位来讲，二人还要远远高出战锋。但是眼下，楚风的目光却并未锁定在这2人身上，反而是锁定在了2女中间的男子身上。这名男子身材高大，体型均衡，论起外表中规中矩，谈不上多么英俊潇洒，但也绝对不丑。不过虽说样貌一般，但此子那双漆黑的剑眉之下，却有着一双非常凌厉的双眼。这双眼睛不怒自威，有着常人没有的气势。最主要的是，相比于亚妃与慕容婉那5品5军的修为，此人更是强大许多。他竟是一名8品5军，此刻那束缚楚风2人的力量，正是来自此人。单看其年龄，应该刚刚30左右。如此年龄，如此修为，不得不承认此人的天赋当真利奥的。不用多想，楚风已是猜到了对方是谁。慕容寻。果不其然，这一刻初春武开口了，因为那名男子他认识，乃是如今东方海域公认的第一天才，诛仙群岛的少岛主亚妃与紫菱2位大美女的未婚夫慕容寻。这一刻，春武真的是吓坏了。在他身旁的楚风能够感受到他有多么紧张与不安，因为春武不仅认出了慕容寻，他也终于知道楚风刚刚为何突然之间便开始逃遁，定然是楚风凭借着敏锐的精神力感应到了这慕容寻等人的到来。可是他想不通，楚风的结界之术那么厉害，他所布置的隐藏结界应该很少有人能够发现才对。这慕容寻是如何找到的他们？但不管慕容寻究竟是用了怎样的手段，他却不得不承认，如今他们已是身处在九死一生的险境，因为他多多少少了解一些这慕容寻是一个怎样的人。春武姑娘，真是好久不见，不过今日到此，我可并非是为了找你，而是你身旁的那位。至于为什么，我想你心里应该清楚。但是看在缥缈前辈的份上，不管你之前与战锋有何恩怨，但战锋毕竟不是你废掉的，所以今日我既往不咎，你现在便离开吧。慕容寻的这番话说得很是平静，但春武却知道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危险。这一刻，春武最先想到的就是拒绝，因为楚风是为了救他才将战锋打成那般模样，这种时候他不能抛下楚风不管。春武师姐快走，尽快离开此处，你在这里只会让我分心，到时候我很难逃脱。可就在这时，楚风却是赶忙传音。杜春武摇了摇头，脸上满是坚定之色，似乎已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因为他不想楚风因他而死，更不能让楚风独自去死。就算我死了，起码也要让秋水前辈和缥缈前辈知道是谁杀了我，日后也有人为我报仇。但你若与我一同死了，可就没人可以为我报仇了，甚至也没人可以为你报仇。何况我真的有逃脱的手段，只是你在此处我无法施展。相信我，这慕容寻想杀我没这么容易，我能够逃脱。楚风很是自信的道。而看到这样的楚风，春武也着实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了。他其实并不太相信楚风有着能在慕容寻手中逃脱的实力，但是楚风万一真的有的话，将会因为他的不肯离去而无法施展，那等于是他害了楚风。楚风师弟，你要坚持住，我这就想办法通知我师尊，让他老人家来救你。若是你能安然离开，一定要向我缥缈先锋报个信。春武虽然很是不忍心，但此刻却也没办法，留下这道传音之后便转身离去。虽然春武与楚风的传音慕容寻等人都听不见，但是他们却也能够看出刚刚二人做了什么。只是不管二人做什么，他们都并不关心，因为在慕容寻看来，此刻楚风已是死路一条，他根本没有从自己手中逃脱的能力。你知道我是谁吗？慕容寻淡淡的开口，但却有一种居高临下，如同君王审问平民的高傲气势。在他的眼中，楚风就是一个卑微至极的平民。当然认识，你不就是大名鼎鼎、威名远播、堂堂诛仙群岛的少岛主，东方海域人尽皆知的大色魔慕容寻吗？楚风双眼微眯，嘴角掀起了一抹嘲讽的笑意，丝毫没有被慕容寻无形间的气势所压倒。他慕容寻再强气势，对付别人还可以，但是想用这种手段吓唬住楚风，却是休想放肆。而见楚风不但不怕自己，反而当着自己未婚妻的面说自己是大色魔，这则是让慕容寻愤怒不已，眼中顿时涌现出了道道寒光。难道不是吗？亚妃姑娘，他是不是大色魔？你应该很清楚吧？他是不是总想着与你上床？楚风笑着看向亚妃，那其中竟是挑拨离间的味道。无情，你真是胆大妄为！当初在武文仙境内所做的一切，本来我们已是不打算追究，但却想不到你竟敢公然的废掉战锋的修为，还吸取了他的生命，让他成为了一个废人。哪怕我东方海域再宽宏大量，但如今也找不到任何放过你的理由。你还有什么遗言吗？我倒是可以帮你转告给你那位不知姓名的师尊。亚妃从容一笑，竟根本不吃楚风这套，反而讽刺起楚风。遗言没有，但是有件事，我倒是很想问问你。楚风笑道：一个将死的可怜之人，我就给你这个机会。什么问题？你问吧。亚妃很是敞亮的说道：你还是处女吗？楚风微微一笑，很是无耻的道。听得此话，亚妃的脸一下子就变了。哪怕是他再能隐忍，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他却是忍无可忍，因为人都是有底线的，而楚风的这个问题刚好超越了亚飞的底线。这一刻，亚飞暴怒如雷，美眸之中寒芒涌动，周围的空间炸响，就连天空的风云也是因他而变化，一是将其无凭五军的气息散发而出，并且直接对楚风发动了攻势。哈哈，看来是被我说中了，果然是已经被那大色狼拿下了。虽见亚飞攻来，但楚风却并不惧怕，反而更加无耻地笑了起来。而眨眼之间，二人已是交战在一处，滔天的涟漪开始在这片天地炸响。慕容寻并未出手，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因为他觉得以楚风的实力不配让他出手。他也觉得以亚飞的实力可以很快地解决掉这楚风，但是很快他便眉头微皱，眼中涌现出些许吃惊。尽管亚飞占据了优势，可是此时此刻，身为5品5军的亚飞，一时之间还真无法立刻将那只有2品5军的楚风击败。婉儿，去帮下你嫂子。慕容寻对慕容婉道：“我才不要帮他。”然而慕容婉却想都不想，便一口拒绝。对于这种情况，慕容寻似乎也早有预料，他不但没有动怒，反而微微一笑，很是耐心的道：“婉儿，凡事要以大局为重，不管你喜不喜欢亚飞，但她毕竟是你未来的嫂子，此事已定，你无力改变。还有，就算抛开亚飞不谈，不管你喜不喜欢战锋，可他们都是我诛仙群岛的人，内部怎么闹都可以，但是对外一定要一致，不要忘记父亲大人说过的话，也不要忘记你答应过父亲大人的事。如今战锋已经变得了一个废人，不管他之前如何，但身为诛仙群岛之人，你不应该为他报仇吗？”听得慕容寻的话后，慕容婉柳眉轻挑，小嘴撇了又撇，但最终还是娇躯一纵，加入了亚飞与楚风的战圈。不得不说，正常交战，楚风面对亚飞已是有着巨大的压力，可以说继续下去，以楚风如今的修为是很难胜过亚飞的，硬要被压制。而这慕容婉的修为与实力几乎与亚飞不相上下，所以当他加入战圈之后，楚风的压力瞬间倍增。但是对于这种情况，楚风似是早有预料，不但没有任何头疼的表现，反而在其嘴角掀起了一抹淡淡的微笑。突然，楚风身形猛然暴退，在其先前所在的方位便出现了一道结界大门。与此同时，一股磅礴的黑色气焰也是自结界大门暴掠而出，瞬息便向亚飞与慕容婉包裹而去。这一刻，哪怕是亚飞与慕容婉也是小脸大变，因为他们能够感觉到那黑色气焰之中蕴含着怎样可怕的气息，这简直是他们从未遇见的。淡淡，这2个丫头交给你了，我要活的。而见到这一幕，楚风嘴角的笑容更是浓郁了几分。这一切都是楚风计划好的，他是故意激怒亚飞，从而引得亚飞对其动手，再趁其不备释放出蛋蛋。这样一来，就可以趁他们不备之际，让蛋蛋将亚飞捕获。而只要有人质在手，尤其是亚飞与慕容婉2名人质，今日哪怕是慕容寻在场，恐怕也没有人能够留住楚风了。然而，就在楚风的如意算盘将要成功之际，只见那站在天际的慕容寻其暴喝一声，一层无形的力量便自其空中爆射而出，竟然直射蛋蛋所发出的黑色气焰。此力一到，顿时与蛋蛋的黑色气焰发生了激烈的对决，风云激荡，天地色变，磅礴的涟漪宛如可以吞噬一切。就连亚飞与慕容婉也是受到波及，被震退数千米有余。但是这慕容寻真的很强，哪怕蛋蛋战力再为利奥的，可是在他的面前，那种战力似乎也失去了作用。蛋蛋那来自修罗灵界的恐怖气焰，竟然被慕容寻轰散了。楚风，快逃！此人很强，不是我们能对付的。这一刻，向来自信高傲的蛋蛋也是柳眉微皱，眼中涌现出些许担忧。而收到蛋蛋的传音之后，楚风已是明白了一切。哪怕蛋蛋战力再强，但也终究有限。8品5军的慕容寻简直势不可挡，显然不是如今的蛋蛋能够抗衡的，当然更不是他能抗衡的。东方海域第一天才之名，果然并非空穴来风。可是哪怕如此，楚风也不能丢下蛋蛋不管，因为他知道，当戒灵踏出戒灵大门，进入这个世界后，戒灵与戒灵师是有距离限制的，超出这个限制，戒灵就会死。而以楚风如今的精神力而言，这个距离限制也很短。楚风若是抛下蛋蛋不管，在一定距离之后，哪怕慕容寻肯放过蛋蛋，但等待蛋蛋的也是死路一条，那等于是楚风杀死了蛋蛋。所以楚风不但没有走，反而是踏空而航，向蛋蛋走去，直到走在蛋蛋的身旁后，才停了下来。你这家伙怎么不听本女王的话？你不想活了吗？见到楚风的举动，蛋蛋显得有些生气。我不能再让你独自一人去战斗，否则我这个主人也未免太不够格了。楚风淡淡的笑着，但眼中已是充斥着战斗下去的决意。你这家伙少大言不惭，本女王可没有承认过你是我的主人。蛋蛋撇了撇嘴，但紧随其后，他那绝世容颜上却露出了一抹迷人的笑容。虽然对于楚风的倔强举动，他很是生气，但实际上心里也是暖暖的，因为这至少说明他没有看错人。而事实上，当看清蛋蛋之后，慕容寻、慕容婉、亚飞3人已经被彻底惊呆了。根据他们的阅历，一眼就可以看出蛋蛋的来历很不简单。第一想法是来自魔灵界，毕竟那种阴暗的气息与魔灵界很像。可是很快的，他们便排除了这一想法，因为蛋蛋的气息不过是2品5军。可是刚刚哪怕亚飞与慕容婉也完全没有与蛋蛋抗衡的能力，魔灵界的戒灵绝对不可能这么强，所以他们最终觉得蛋蛋很有可能是来自修罗灵界的戒灵。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世间竟然会有这么美艳的戒灵。莫说是慕容婉，哪怕是洞亚飞，此刻也是黯然失色，对于蛋蛋的美貌不由得心生嫉妒。至于那慕容寻，就更是面容微变，尽管他掩藏得很深，但是楚风已是能够看出这个家伙的目光已是开始不安分的向蛋蛋那羽裙下雪白而笔直的美腿扫去，并且来回飘荡在蛋蛋那绝美的脸蛋以及玲珑的娇躯傲人的酥胸之上。傻子都能看出这慕容寻在打核算盘，
此子果然如楚风所说一般，是一个爱美心切的大色魔。但是除去他那色眯眯的目光外，楚风还察觉到了2样东西，那便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嫉妒与愤怒。这种嫉妒与愤怒，并非是对蛋蛋，而是对他。显然，这慕容寻因为楚风能拥有这样的戒灵而感到不满了。难怪你小子这般嚣张，竟敢公然与我诛仙群岛作对，原来是与修罗灵界的戒灵缔结了契约。慕容寻话中嫉妒之意十足，说话之间再度看向蛋蛋，说道：“不过可惜啊，姑娘，你选错人了。这个无情可没有资格做你的主人。本女王选谁做主人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来评判。难道说他不够格？你够格吗？不是我看不起你，你连给本女王提鞋的资格都不配，就更别说与我主人相提并论了。”蛋蛋很是不屑的道。听得此话，慕容寻顿时面容大变。你什么？你别以为你现在的修为高，就觉得自己了不起。都30好几的人了，才区区5军境，你也值得自负。井底之蛙而已，你也只能在这里寻找一下优越感。但本女王可以告诉你，正所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别以为你在这里厉害，就是真的厉害。在这天地间的某处，有无数位年龄比你小上许多之人，都可以随便一口唾沫就能淹死你。蛋蛋小嘴一撇，话语非常凌厉，不但表现出了自己对慕容寻的不屑与看不起，更是将他深深的侮辱与贬低。而身为诛仙群岛的少岛主，被誉为东方海域第一天才的慕容寻，竟当着自己未婚妻与亲生妹妹的面，这样被人侮辱，哪怕他再能忍，此刻情绪也是不免有些失控。慕容寻怒极反笑，随后很是不爽的道：“真是有其主就有其仆，主子够嚣张，这仆人更是够张狂。按照你所说，我慕容寻就是一个废物了，并非我自负。但是我可以清楚的告诉你，就算是在那5之圣土，以我慕容寻的资质，也定然可以成为一代人物。5之圣土，你也最多就知道那5之圣土了。都说你是坐井观天了，你还不信？小蛤蟆，这片天地大道超乎你的想象哟。本女王不与你多说，否则怕会吓哭你。”蛋蛋轻蔑一笑，那双美眸之中闪烁的尽是对慕容寻的轻视。的确，在蛋蛋的眼中，慕容寻这种货色也的确不值一提。真是好大的口气，不过是区1只戒灵而已，还真拿自己当成1号人物了不成？来自修罗灵界又如何？对付你根本不用我亲自出手，我的戒灵就可以将你收拾得服服帖帖。怒了！慕容寻彻底被蛋蛋激怒了，他意念一动，足足20道结界大门便在他的身旁两侧一一张开，紧随其后20道高达3米的身影也是纷纷踏出。这是戒灵，20只6品5军的戒灵，他们的样貌有些特殊，外貌似人，但体型却比人类高大一些，并且长着尖尖的耳朵，有着红色的眼睛以及尖牙和利齿。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这些戒灵的气息很强，甚至远超过同等境界的人类，比兽灵界与鬼灵界的戒灵皆要更胜一筹。妖灵界依然是不入流的货色。看着那群戒灵后，淡淡的嘴角的不屑反而浓郁了几分。身为修罗灵界的戒灵，几乎连仙灵界、魔灵界，甚至佛灵界的戒灵都不被他放在眼中，又何况是这妖灵界的戒灵，竟然真的是修罗灵界的戒灵。素问修罗灵界高傲自大，不将所有灵界的戒灵放在眼中，自认为是7界之王。今日我倒是要看看修罗灵界的戒灵究竟有多了不起。在蛋蛋审视他们的同时，那些戒灵也在打量着蛋蛋，确定蛋蛋只是2品5军的修为后，一个个便有恃无恐，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一群废物，一起来吧，免得本女王逐一解决。太过麻烦，哪怕是20只6品5军的戒灵，蛋蛋也依然不惧。果然是好大的口气，今日就好好教训一下你这只来自修罗灵界的小娘们儿。突然之间，20只戒灵暴掠而起，一同出手了。他们体内散发出绿色的幽光，使得本就强悍的他们更为恐怖，眨眼间便与蛋蛋交战在了一处。但是别看他们人多势众，并且实力强劲，可是蛋蛋却并未落入下风。黑色的气焰宛如恶魔所化，遮天蔽日间，跟随蛋蛋的意念变化，根本没有防守的动作，尽是凶猛的攻势。这种情况下，那先前还自信满满，以为可以凭借境界的差距打压一下蛋蛋的精灵界戒灵，全部傻眼了。因为一开始他们就陷入了被动的局面，只能手无法攻，已是陷入了劣势。蛋蛋不但以1敌10，更是以2品战6品，并且取得了压制性的局面。这便是修罗灵界的戒灵吗？未免也太强大了吧！见到这一幕，亚飞与慕容婉的小脸紧绷，美眸不断闪动，深深被蛋蛋的强大所震撼到。这等强大的战力，简直是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甚至是之前所不敢想象的。修罗灵界，这一刻，哪怕是自负的慕容寻，也是眉头紧皱，眼中闪烁着阴冷而嫉妒的目光，因为他们终于知道，为何唯有修罗灵界的戒灵被誉为传说。黑色的气焰肆虐于天际，不仅使得那片虚空尽数崩塌，更是不断发出诡异的咆哮与尖叫，甚是恐怖。而在这股力量之下，那20只妖灵界的戒灵已是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竟然对着慕容寻大喊道：“主人救我！”一群废物！见到这一幕，慕容寻着时气的脸色发青，但却并没有出手救这些为自己效命的戒灵。终于，一阵刺耳的轰鸣响起，蛋蛋发动了最后的攻势。而在那狂暴的黑色涟漪之中，足足20只6品5军的戒灵便尽数被蛋蛋斩杀，无一活口。这便是修罗灵界的戒灵吗？真是不可思议！2品5军已是如此，若是他达到6品5军，又将会拥有何种战力？见到这一幕，亚飞与慕容婉都彻底被惊呆了。他们不是蛋蛋的对手也就罢了，竟连那些6品5军的戒灵也不是蛋蛋的对手。不得不承认，这着实太过可怕。哥，杀了他！绝对不能让这戒灵活下去。突然，慕容婉开口了，他们与楚风为敌已成定局，而楚风竟有如此帮手，若不趁现在铲除，那日后将后患无穷。虽然慕容婉并不像战风与亚飞那般对楚风那么憎恨与厌恶，但关于诛仙群岛安危的问题上，他绝不会手软。姑娘，
我不得不承认，你真的让我见识到了难以想象的力量。你很强，不过还是那句话，你没有跟对一个主人，哪怕你再强，但今日也注定要陨落于此。但是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不如你抛弃那个废物，跟我如何？慕容寻笑眯眯的道。他竟然打起了蛋蛋的注意。他这样做，可不仅是因为蛋蛋的美貌，更多的是因为蛋蛋的实力。在见识过蛋蛋这逆天的实力后，他当真是心动不已。然而听到慕容寻的话后，蛋蛋却是大笑不止，那个模样就如同听见了世间最好笑的事情一般。你笑什么？见状，慕容寻也是剑眉倒竖，脸色越发难看来。愚蠢，愚蠢至极！你知道为何与你缔结契约的是妖灵界吗？蛋蛋笑着问道。为何？慕容寻问道。因为在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你不配获得我修罗灵界的力量。莫说我修罗灵界，就连佛灵界、仙灵界、魔灵界，你都远远不配。你也就只配操纵那些废物一般的妖灵界的界灵，因为你就是一个大废物。说这番话的时候，蛋蛋的声音非常响亮，而他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宛如一道道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慕容寻的脸上。这一刻，慕容寻当真是愤怒不已，拒绝他也就算了，并且还如此赤裸裸地侮辱于他，说他不如那楚风，这叫他忍无可忍。于是乎，只见慕容寻意念一动，又是2道界灵走出，同样是妖灵界的界灵，但气势却是完全不同，竟是2只7品5军的界灵。糟了！而见到那2只界灵后，楚风则是眉头紧皱，他一直在观察着一切。虽说蛋蛋刚刚的却击败了20只界灵，但是面对那些6品5军的界灵，其实蛋蛋已是感受到了压力，将他们全部击杀，蛋蛋已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所以楚风能够断定，蛋蛋就算战力再强，可是让他以2品5军的修为去面对2名7品5军的界灵，这种胜率几乎为0。这一刻，蛋蛋也意识到了不妙，但是他的脸上却依然没有一丝波澜，而是侧过头，将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眯成2道甜美的月牙，对着楚风嫣然一笑，传音道：“楚风，你听好了，一个人死总比2个人死要好。你现在便跑，我有一招能替你拖延一下他们。记住，你必须跑，否则我会恨你一辈子。不过你也要记住，若是我用了这招之后，还是无法让你逃脱的话，那么在他们杀死你之前，将你体内的另一个家伙解放出来，让所有人都知道，杀死你的代价就是让这整座东方海域都随之覆灭，让这些无知的弱小见识一下何为真正的强大吧。”蛋蛋说这番话的时候，楚风的脑海突然一痛，他得到了一个信息，是蛋蛋告诉他的信息，那竟是破解其界灵空间内那道封印了另一只界灵的方法。杀！给我杀了他！不能这么便宜的就让他死！给我他这个丫头，任由你们处置，但必须要让本少爷看得爽。当释放出2只界灵后，慕容寻卑鄙的嘴脸原形毕露，竟然指使2只恶灵去蛋蛋。而就在这时，蛋蛋已是悄然转身，将那释然的目光投向了迎面来的2只界灵，嘴角依然挂着不屑的笑容。因为在蛋蛋看来，哪怕这些家伙的实力此刻的确比他强，但是却也依然不配做他的对手。如不是他的真正修为被封印，莫说是他们，就算是这东方海域的最强者，在蛋蛋的眼中又算得上什么呢？蛋蛋！楚风意识到不妙，不由得歇斯底里的大喊起来。然而见楚风还未离去，蛋蛋也是彻底怒了，对着楚风大喊道：“快滚！不要让本女王为你白白死去，不要让你的那个他苦苦等待，但最终你却不能去救他，不能带他逃离苦海。快滚！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能死在这里。滚啊！”说完这句话后，那磅礴的黑焰便再度自蛋蛋的体内暴涌而出，汹涌的扩散开来，黑色气焰冲天起，上入青天，穿过层层白云，下入大地，穿越层层黑土，竟在瞬息之间形成了一道气焰翻滚，封锁天地的墙壁，将楚风与慕容寻等人分隔开来。不要见到这一幕，楚风更是忍不住呼喊起来，因为他已是知道蛋蛋要做什么。蛋蛋这是要拼尽一切，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为楚风争取逃脱的机会，不要让我白白死去，快走！然而就在这时，楚风的脑海却不断的回想起蛋蛋的声音，那是催促他离开的声音。这一刻，楚风双拳紧握，握得滋滋作响。他恨自己无能，竟连自己的界灵都保护不了。可是他却又别无选择，因为事到如今，他再勉强留下，也不过是白白牺牲，枉费了蛋蛋的一片苦心。最终，楚风只能带着那痛不欲生的感觉，以及无与伦比的憎恨，转身离去。然而，还不待楚风逃离多远，突然一声刺耳的轰鸣自身后卷起，蛋蛋所凝聚的黑色墙壁竟然被轰碎开来。这一刻，楚风不由得止住了步伐，回身观望之际，他的瞳孔猛然一缩，身体剧烈一颤。在这一瞬间，他只感觉他的整颗心都碎了。天际之上，那淡淡独有的黑色气焰还在蠕动，但却如同失去了将领的败兵，失去了灵魂的肉体，先前的恐怖气息已然不在，剩下的唯有低迷、无助，正在空中飘散消失。然而，直到那黑色的气焰彻底消散之际，楚风却也未曾再看到蛋蛋的身影。这个丫头宛如彻底消失了一般，在那天际站立的便只剩下了慕容寻、亚飞、慕容婉，还有那2只7品5军的界灵。这一刻，楚风只感觉大脑一片空白，仿佛心跳也是在此刻停止。有生以来，他第一次体验到了什么叫做万念俱灰。因为与蛋蛋缔结了契约的他，此刻竟然感觉不到蛋蛋的存在，再也没有一丝联系。这个结果让他意识到了什么？痛，无法形容的心痛，痛到楚风难以忍受，连身体都在颤抖，完全没有了继续逃下去的动力，就如同在这一刻，他也死去了一般。好一个中仆救主！不过可惜啊，这个仆人很厉害，可这个主人也未免太废物了一些。慕容寻的嘴角挂着浓郁的笑意，他笑得非常开心，因为这一刻，他之前的憋闷与愤怒皆是得到了释放。但是哪怕如此，
却也无法满足于他。雅儿，婉儿，去，废了他！为战锋报仇，慕容寻对二人命令道。慕容婉没有一丝犹豫，踏空而行，便向楚风行去。没有了蛋蛋这只强悍的戒灵后，他已是丝毫不惧楚风。尤其是此刻的楚风，似乎已经失去了斗志，像一条烂鱼一样站在那里任人宰割。你恶不恶心？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叫我芬儿。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对于慕容寻给予的亲切称呼，亚飞却表现得很是厌烦。菲儿，你早晚是我的人，何必如此呢？慕容寻眉头微皱，但却没有动怒，反而眼中有着一抹委屈。以后的事情还无法确定，就算以后我会嫁给你，那也是以后的事，至少现在我还不是你的人。亚飞没有好气的道，随后又看向了楚风，这才在嘴角掀起了一抹上翘的弧度。不过折磨这楚风吗？我倒很是愿意。话罢，亚飞表娇躯一纵，便掠到了楚风的身前。他看着那站在楚风身前，手握一把尖锐匕首的慕容婉，嘲笑道：“怎么不忍心动手？敢与我诛仙群岛为敌的人，不管是谁，我都不会手下留情。”慕容婉冷哼一声，说话之间，手中的匕首猛然下落，只听扑哧一声，便扎入了楚风的胸膛，大片的鲜血自楚风的胸口汹涌的流出。这家伙！然而这一刻，那对楚风下以毒手的慕容婉却是小脸微变，似乎被吓到了一般，忍不住后退一步。因为他这一匕首下去，楚风莫说大声喊叫，竟然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浑身上下没有给予丝毫疼痛的反应，只是用那呆滞无神的目光盯着先前蛋蛋所在的方向。去，让开吧！就你这点手段，也叫折磨人！亚飞用鄙视的目光看了一眼慕容婉，随后嘴角掀起了邪恶的笑容。无情，想不到你会再度落到我的手中吧？上次我对你的折磨，你可还记得？对于亚飞之话，楚风宛若没有听到一般，没有给予丝毫回应。见状，亚飞顿时柳眉倒竖，勃然大怒，冷声喝道：“你该不会以为我惧怕了那个幻境，不敢拿你怎样吧？不妨告诉你，本小姐天不怕地不怕，不管是谁，只要得罪了我都会将他弄死。”话罢，亚飞的手腕一转，那把半城王兵便出现在了手中。随后只见其猛然一挥，只听一声，楚风的整条左臂竟被亚飞给硬生生的削了下来。然而哪怕是这样，楚风的眉头也没有皱过一下，就仿佛他已经感受不到了疼痛一般。你倒是很能忍，不过我就非要看看你究竟能忍多久。亚飞被楚风的无动于衷激怒了，手握半城王兵，开始一下一下的刺入楚风的身体，每一剑都挑破肉皮，穿过肌肉，甚至切断筋骨，最终穿透了楚风的身体。数剑过后，楚风衣衫尽湿，鲜血淋漓。此刻的他已然成为了一个血人，身体被扎得像是一个筛子，但却依然没有情绪变化，只是将其目光注视着蛋蛋所在的方位，连眼都没有眨过一下。好样的，竟然真的连一声都没吭。不过我倒是很想看看，在你死的那一刻，是否也能这般淡定。亚飞被气得咬牙切齿，他很恨楚风，因为楚风是第一个让他吃了大亏的人，这让他对楚风的怨恨早就积累已久。如今唯有对楚风的折磨才能宣泄他的愤怒，可是当残忍的折磨之下，楚风却毫无反应后，他的愤怒显然无法得到宣泄。这种时候，取走楚风的性命便是他最想做的。等等！然而就在亚飞举起手中之剑，准备将楚风劈成两段之际，慕容寻却突然高呼一声，随后来到了楚风的身前，对亚飞道：“现在就杀他，也未免太便宜了他。”见状，亚飞虽然心有不甘，但也是退到了一旁，因为他知道，论起折磨人，这慕容寻绝对比他更胜一筹。无情，很心痛吧？那样一个美人因为你而死了，看得出来你很喜欢她。不过这也正常，那样一位美人，谁会不喜欢呢？我猜你也只是喜欢她的美貌和实力吧？慕容寻得意地笑着，说话之间，他故意放低语调，将嘴巴凑到楚风耳边。其实看到她的第一眼，我就想把她征服，然后让她做我胯下的宠物，任我揉虐。侮辱！那丫头的身材真不错，脸蛋更是美得没话说。说实话，比我的未婚妻亚飞还要让人心动。若是将这样的美人抱入怀中，然后任由摆布的话，绝对是人生一大幸事啊！不过可惜啊，她已经死了。对了，这么漂亮的丫头，你有没有碰过她？我猜一定没有，因为她连我都看不上。你这么废物，又怎么配得上她呢？说这番话的时候，慕容寻的嘴角一直带着笑容，并且笑得非常无耻。他就是要这样刺激楚风，去刺激楚风内心深处的痛，让楚风痛不欲生。我要吃了你！然而就在这时，那久久未语的楚风却突然暴喝一声，与此同时猛然张开大嘴，露出那两排整齐的大牙，一口便对着慕容寻咬了下去。猝不及防之下，慕容寻顿时一声惨叫，因为楚风那一口下去，竟硬生生的在慕容寻的脸上咬下了一大块肉。